本周官方发布的宣传片中亮相的神秘飞机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大家认为神秘飞机就是传闻已久的轰20隐形轰炸机。那么这种说法有根据吗？Hello， 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官媒发布的解放军空军成立72周年的宣传片引起了广大网友的注意，主要原因就是视频中出现了一款无尾布局大型飞机的模型非常显眼，并且引起了网友的猜测。有相当一部分网友认为，这种充满了隐身外形气动布局设计的飞机是官方对于在研轰20隐形轰炸机外形的暗示。不过随后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单纯的飞机模型，并不需要过度解读。自行观察宣传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盒子里面放置的隐形飞机。视频对此款飞机进行了长时间的聚焦，此飞机的特征非常的明显，采用低可视涂装和无尾飞翼式布局，可以猜测这是一架经过了隐身处理的不明型号飞机。从比例来看，不是战斗机，也不是预警机，它更像是轰炸机。隐约可以看到位于飞机前部的驾驶舱是双玻璃座舱，可以确定是2个人负责驾驶这款神秘飞机。更为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这架飞机的机背上有着81军徽，只有进入解放军现役的战机才有资格喷涂81军徽。由于此款飞机是装在盒子里的，我们无法查看尾部的发动机布局，但是这么大的飞机机尾，预计发动机的数量不会低于2个。虽然此飞机和美国的现役 B2 隐形轰炸机都采用飞翼式布局和无尾布局，但是这架飞机的机翼和机身有着非常明显的拼接痕迹，看起来类似于2战时期战斗机的主机翼。关于此飞机争论不断，仍然有网友认为它就是传闻已久的隐形轰炸机。因为从空气动力学来看，这种布局的飞机目前服役的只有美国的 B2 隐身轰炸机，其他飞机并不会采用这种布局，不可能是战斗机或运输机了。飞翼式布局具有良好的隐身性能，但是机动性能极差，远远不可能和常规布局飞机相提并论，因此是战斗机的可能性为0。至于运输机就更不可能了，现在没有哪个国家会研制隐形运输机这种鸡肋的装备，而且就凭飞翼式布局的载荷，也无法做到与运输机相同的水准，因此基本上可以实锤它就是隐形轰炸机。但是是不是轰20，那就得另当别论了。不过唯一一点不能确定的是，这个飞机模型的大小和比例，因此就不能推算飞机的实际大小。此事在网络上引起了军事发烧友的热烈讨论。随后有位军事专家表示，这就是一个模型而已，大家如此牵强附会，属实没有必要。那么这架飞机有可能是轰20吗？为什么隐身轰炸机采用飞翼式布局呢？一般来说，对于大型隐形飞机，无尾飞翼式布局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传统飞机的体型越大，在雷达上显示的反射截面面积就越大，尤其是飞机的尾翼的棱棱角角，反倒是会增加雷达反射截面面积。但是无尾飞翼式布局的飞机并不存在这个问题，由于没有尾翼等特征明显的反射雷达信号源，加之光滑的机身以及特殊的锡箔材料，包括主要的机身设备都被牢牢地包裹在机身内部，发动机也全部埋入机身，进气口有特殊的冷空气设置。隐形的无尾飞翼式布局的飞机的雷达反射截面可以确保减少至最小水平，而且机身的红外特征也将大大的减少。敌方的雷达或红外系统是极难探测到这种飞机的。因此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 B2 轰炸机和12月份要试飞的下一代 B21 隐形轰炸机全部都采用了这种布局，因为这是当前最稳妥的隐身轰炸机布局之一。可以预见的是，将来中国的轰20轰炸机也将采用无尾飞翼式布局，因为目前没有第二种成熟选择。不过此次视频露面的模型看起来虽然是大型隐形轰炸机的样子，但虎妞觉得大概率不是轰20轰炸机，因为其机身过于庞大和臃肿，机尾的隐身措施看起来极为潦草，而且机翼也非常的短小，不知道能否撑得起整架飞机。而美国的 B2 和 B21 轰炸机采用的是狭长机翼，大翼展布局，看起来明显要比视频中出现的模型靠谱得多。而且美国这些隐身轰炸机都具有特殊的折角设计，这是通过专门计算出来的，通过一定的完美焦点来偏转与吸收敌方发射的雷达波。
但是视频中出现的模型并未发现明显的偏转角设计。未来的轰20的外形实际应该与美国的 B2 和 B21相差不大。至于轰20的外形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等到它真正公布的那一天才能彻底的知晓。这个日子离我们不会太远了。